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從憤然離場到央視官宣，34歲的李沁刷新大眾對他的固有認知。這年頭，只有演技還真不行，要不李沁怎麼會明明去了現場卻毫無鏡頭呢？有人說他是不滿座位被安排至倒數第3排，直接憤然離場了。但前後3天了，央視才出手。這次34歲的李沁再次刷新大眾對他的固有認知，在實力面前，顏值就顯得不值一提。比如百億影帝黃渤。不過圈內也不乏有集才華與美貌於一身的實力派演員，而顯然李沁便是其中之一。去年在王一博和王陽兩家粉絲大爭番位的時候，李沁則憑借在《追風者》中的兄妹訣別戲完美出圈。作為半路出家的演員，他能走到今天這個位置十分不易，央視的認可就是最好的證明。本日上午，央視電視劇官微官宣了第3屆年度盛典嘉賓陣容，而李沁的名字赫然在內。其實說實在的，這也是意料之中。要知道，比起同齡演員，李沁在央視台播出的作品是真不少。但據悉，該活動早在1月12日就於北京舉行完畢。畢竟當晚，劉亦菲、宋佳雙雙獲得視後的消息就隨即衝上了熱搜。不過在這個節骨眼上，央視的出面力挺也稱得上是肯定了李沁。之所以這樣說，是因為此前不久他才受到過別人的欺負。1月11日晚，微博也在北京開啟了自己的年度頒獎大會，而據說這也是李沁首次收到該活動的邀請，因此從準備的禮服也能看得出來他十分重視。走紅毯時身穿粉色羽毛長裙，笑容滿面，配合主持人完成每個環節。領獎時換了黑金蛇細高定，誰知真心沒能換真心。都知道每逢大型活動，嘉賓座位就成了粉絲眼中的攀比依據。畢竟在圈內人盡皆知，位置越靠前越能代表實力。結果據流出圖顯示，李沁遠在第4排，本以為最差也要在前3中，但這還不算完。看人下菜碟這種事，沒想到李沁是一而再的經歷。當晚，他以及鐘楚曦、高葉和張鈞甯獲得了微博年度質感演員獎項。然而登上領獎台的4人，沒有發表獲獎感言就被請下了台。至於合照環節，主辦方更是只安排了一個阿里影業總裁。接連的不公讓李沁忍無可忍。據悉，領完獎後他便徑直離開了現場。這也是為何外界沒能在微博之夜的那場見到李沁的原因所在。或許微博之夜活動方也沒料到他會這樣做。確實，一直以來李沁在大眾心中總是委婉優雅的存在，不炒作，不鬧事，還有演技，這也導致了他頗有一種人不火戲火的感覺。如今憤然離場一事，似乎也讓外界刷新了對李沁的固有認知。不過事實上，這也並非是他第一次這樣做。當年爆出的被國家秘密培養一事更為驚人。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王星事件，相信各位也都有所聽聞。不管怎麼說，還是希望大家都能多個心眼，辨別是非。但眾所周知，有些事防不勝防，尤其是對於老年群體。而這也是讓警察最為詫異的，年紀輕輕的李沁竟然被騙幾十萬。那時的他剛出道不久，才拍完《紅樓夢》拿到的高薪片酬，一股腦全部匯給了電話那頭的朋友。直到後來終於反應過來，自己是遇到了電信詐騙。多年後錄製綜藝節目時，李沁的這樁事才被朋友全然揭露。當然，他本人更是羞愧難分，掩面苦笑。畢竟如他朋友所說，相當於《紅樓夢》白拍了。
費盡4年得到的片酬就這樣沒了。更何況李沁還因此放棄了國家的專項培養。出生於江蘇昆山的他，從小就是個美人胚子。但李沁不僅唱得好，還特別有想法。基於家鄉的習俗昆曲，他在11歲那年也愛上了這項藝術。而為了不耽誤興趣的發展，李沁特意向父母承諾不會耽誤學業。或許他就是天生吃這碗飯的人，否則李沁也不會被當時的上海昆劇學院院長選中。甚至年僅14歲的他就成為了該院第5代杜麗娘。也因此，更加專注學習昆曲的李沁被前來選角的李少紅導演一眼相中。沒錯，就是10版的《紅樓夢》。可顯然比起娛樂圈，似乎家長更為喜歡的是傳承文化。故而一開始李沁的父母並沒有鬆口，只是架不住李少紅和李小婉的三顧茅廬。為了拿到李沁，兩人更是傾覆8成做思想工作。但哪怕上海戲劇學院的校長哭訴，都沒能如願留下這位昆曲人才。多年後，李少紅也在節目上透露這一實情。自此，外界才得知李沁的實力究竟有多麼雄厚，也是首次對他有了新的認識。確實，在日新月異的時代，傳承文化的後人越來越少。對於李沁這樣的人才，能夠留下定然是更好的。不過在後來，其學校校長也公開表示過，李沁有對自己人生的選擇。顯然，留下最好，沒有也無妨。最起碼進軍演藝圈的李沁依舊是個好苗子。只是沒想到，當時謠言愈演愈烈，甚至胡亂生出李沁是為了上海戶口才學習昆曲的言論。好在工作人員也很快否認了此事。不管怎麼說，悶不作聲的李沁接二連三讓人們刷新對他的固有認知。但顯然，只要無關人品，都是小事。想當時為了完成微博之夜的活動，李沁可謂是費盡心思，可座位的安排屬實超乎人們的意料，以至於粉絲紛紛替他鳴不平。不過相信對李沁來說，這些事都是小插曲，畢竟為觀眾帶來好的作品才是最重要的事。期待未來李沁再次刷新大眾的認知。對此你們是如何看待的呢？2. 李沁最適合普通人風格了，緊身牛仔褲搭配暗紫色襯衣，秒變亮姐。要說娛樂圈的穿搭詐騙現場，那真是每天都在上演。這邊女明星裹着羽毛裙像剛從雞窩逃出來，那邊男星穿透視裝，仿佛偷穿了奶奶的蕾絲窗簾。這些造型擱紅毯上看還行，普通人要是敢照搬，出門要麼被當成 cosplay 選手，要麼被小區保安攔住問是不是來拍 MV 的。可李沁偏不湊這個熱鬧，最近她一套暗紫色襯衣配緊身牛仔褲的街拍火了，簡直是娛樂圈裡的穿搭清流，用最基礎的單品穿出了亮潔感，讓無數普通女孩拍大腿，終於有能抄的作業了。這套搭配的魔法在哪裡？先看上衣，暗紫色襯衣不是那種亮到刺眼的紫，而是像傍晚天空剛暗下來時的那種溫柔紫，襯得皮膚白了1個度不說，還不挑膚色，比死亡芭比粉油好10086倍。關鍵是版型寬鬆但不邋遢，袖子捲到小臂中間，露出手腕線條，既遮了小肚腩又顯得幹練。再看下裝，高腰微彈緊身牛仔褲，腰頭剛好卡在肋骨下方，把腰線提得老高，腿瞬間拉長10厘米，微彈的面料裹着腿型卻不勒，大腿有肉的姐妹也能輕鬆駕馭。上鬆下緊的組合，完美平衡了身材比例，普通人穿出去，保準隔壁跳廣場舞的阿姨都要追着問：姑娘，你這衣服在哪買的？我也給我閨女整一套。雙引號。很多人總說明星穿得好看是因為身材好，但李沁這套穿搭狠狠打了這個誤區的臉，選對版型比身材重要10000倍。
你以為它是靠腰細腿長撐起來的？錯，是衣服在適應它。襯衣的寬鬆度剛好遮住久坐的小肚腩，牛仔褲的彈力包容了偶爾吃多的大腿圍，暗紫色自帶高級感又不張揚。就算你是梨形身材或者蘋果型身材，只要照搬這套寬鬆上衣加高腰緊身褲的公式，照樣能穿出諒解範兒。別再怪自己沒身材了，是你沒選對衣服。更圈粉的是李沁私下的接地氣衣櫥。除了這套牛仔褲配襯衣，他還愛穿白 T 恤配卡其闊腿褲，或者米白色針織衫搭黑色半身裙，每一套都是扔進人群裡不扎眼，但仔細看又比路人精緻 N 倍的程度。沒有誇張的 logo， 沒有奇怪的剪裁，全靠細節取勝。比如 T 恤下擺塞一半留一半，闊腿褲捲個小邊，針織衫搭個鎖骨鏈。網友都說他是最像普通人的明星，但穿的比普通人好看100倍，這才是真正的穿搭高手啊！最後給大家總結個零失敗抄作業指南：第一步，基礎款加小跳色；第二步，版型要揚長避短；第三步，自信就是最好的配飾。就算你沒有李沁的顏值，只要穿得舒服又合身，走路抬頭挺胸，菜市場都能走出 T 台的範。畢竟諒解的底氣從來不是衣服給的，是自己給的。這套穿搭之所以火，就是因為它接地氣又實用，沒有明星穿搭的距離感。下次再看到那些花裡胡哨的明星造型，別再焦慮自己穿不出效果了，學學李沁，用基礎款玩出小心機，你也能秒變整條街最亮滴姐。